中的确有个盗贼行窃，丢了些金银首饰，但万幸家中无人伤亡。因何从未禀报？出嫁当日就遇歹人恶事，我觉得有些触眉头，怕被宫门嫌弃，而且家人并未受伤，我觉得是小事，就擅自隐了。还请执人治罪。人之常情，我能理解。就查到这些，这等小事，就可以说他身份不符。宫门的侍卫去了云为山的家乡离溪镇，知道这是云为山小姐吗？带着画师的画像，向云家的下人打听，然而却没人认出你的画像。子羽弟弟，这可不算小事了吧？云姑娘，你真的骗了我们吗？都说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无论如何，都要咬死自己的身份。我自小在离溪镇云家长大，画师的画像我都看了，样貌画工都很精细。街坊邻居、家中下人看了那画像，不可能认不出那是我。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何会那样说，除非你们拿去询问的是另外一张画像。宫二先生要是认定我的身份作假，大可以直接杀我、拘我，我无话可说。但我就是离溪镇云家长女云为山。你紧张什么？云姑娘身份，这不是云为山姑娘吗？多么年纪大了，眼神越发不好使了吗？画得真好看。哎呀，真的是山丫头！哎呀，真是。云姑娘身份，查探无误。刚才只是一番压力试探，还请谅解。毕竟你是子羽弟弟选中的新娘，自然是要更加谨慎。哦，对了，云姑娘，你离家后，令堂十分惦念。我的手下已经转达说，你在宫门一切都好。云夫人要给你带句话。他说：“你能平安进入宫门，还被子羽选中，无大命大。云姑娘在羽公子身边，要尽心服侍才是。”此事已有结论，云为山的身份没有问题，两位姑娘的身份都没有问题，新娘的事到此。都算计好了是吗？两只狼装扮成狗，混进羊群里。如果其中一只狼暴露的话，那么另外一只狼就该立刻撕咬它，剩下那只狼就会永远变成狗，
混进羊群里，一天吃一只羊，没有人会怀疑那只假冒的狗，因为它曾经咬死过狼。你真的很厉害。如果你身份暴露的话，那么临死之前保护一下妹妹，不好吗？而且，这只是最坏的假设。如果吴峰早就安排好你的身份，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你真冷血，我本来以为你会有感情。我们来宫门是干嘛的？来交朋友的吗？每天姐姐妹妹的叫来叫去，还真当是姐妹了。清醒点吧你。你们媚姐的人都是这么残忍的。那你是没见过黄和亮。云微山姑娘、上官浅姑娘，请前往职人殿。夜已经深了，这么着急传唤我们，是要做什么？听说是2位姑娘的身份信息已经提前被信鸽送回山谷里了。经核查，大富城上官浅小姐的身份属实，没有任何异常。经核查，离溪镇云微山姑娘身份不符。宫二先生，请问我的身份有何不符？我有几个问题，想先问问云姑娘。你问。姑娘离家当日，家中可有遇到歹人？家中的确有个盗贼行窃，丢了些金银首饰，但万幸家中无人伤亡。因何从未禀报？出嫁当日就遇歹人恶事，我觉得有些触眉头，怕被宫门嫌弃，而且家人并未受伤，我觉得是小事，就擅自隐了。还请执人治罪。人之常情，我能理解。就查到这些，这等小事，就可以说他身份不符？宫门的侍卫去了云微山的家乡离溪镇。知道这是云微山小姐吗？带着画师的画像，向云家的下人打听，然而却没人认出你的画像。子羽弟弟，这可不算小事了吧？云姑娘，你真的骗了我们吗？都说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无论如何，都要咬死自己的身份。我自小在离溪镇云家长大，
画师的画像我都看了，样貌画工都很精细。街坊邻居、家中下人看了那画像，不可能认不出那是我。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何会那样说，除非你们拿去询问的是另外一张画像。宫二先生要是认定我的身份作假，大可以直接杀我、拘我，我无话可说。但我就是黎熙镇云家长女云为善。你紧张什么？云姑娘身份，这不是云为山姑娘吗？多么年纪大了，眼神越发不好使了吗？画的真好看。哎呀，真的是山丫头！哎呀，真是。云姑娘身份，查探无误。刚才只是一番压力试探，还请谅解。毕竟你是子羽弟弟选中的新娘，自然是要更加谨慎。哦，对了，云姑娘，你离家后，令堂十分惦念。我的手下已经转达说，你在宫门一切都好。云夫人要给你带句话。他说：“你能平安进入宫门，还被子羽选中，无大命大。云姑娘在羽公子身边，要尽心服侍才是。”此事已有结论，云为山的身份没有问题，两位姑娘的身份都没有问题，新娘的事到此为止。他们是没有问题，但你就不一定了。金凡，去把贾管事叫来。是。贾管事，把你之前跟我所说的话，跟他们也说一遍。是。命老奴把制作百草萃所需的神灵花换作灵香草的人，是宫元之少爷。混账东西！放什么狗屁！住手！成何体统！是谁指使你在走？说！元直，贾管事，说清楚。少爷下命令的时候，老奴只是以为少爷有研究出了更精良的药方，有所替换。老奴不知道老真人和少主会因此丧命，否则就算老奴有万个胆子，老奴也是万万不敢的。长老没明鉴。哥，我没做过，都是公子羽买通了这个狗奴，才诬陷我。元直弟弟和贾管事各执一词，不可偏听偏信。事关重大，不如先把贾管事押入地牢严刑审问，看是否有人栽赃陷害。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有什么好审的？再说了，你自己说不可偏听偏信，那要审也是两个人一起审。可以，元直弟弟交给你，你尽情审。职工有的是让人生不如死的毒药，屈打成招，黑白颠倒也不是不可能。我们用什么行什么药，你们就同样用什么行什么药。没有的话，我让职工给你送过去。站住！贾管事。
简直！我怕他逃跑。你就是趁乱下毒手，想死无对证是不是？公子羽，你好歹也是宫门的人，说出来这种话也不怕让人笑话。我这枚暗器上淬的是麻痹之毒，只是让他经脉僵硬，无法行动。他是自己咬破齿间毒囊而死。一面之词，你把尸体送去医馆验一验不就？我自然会验，但真相出来之前，你脱不了干系。他刚刚畏罪而逃，还不足以证明我的清白吗？既然现在龚元直的嫌疑最大，那便先将他收押了吧。后面还请3位长老派出黄御侍卫进行调查，若真能证实是龚元直所为，必不轻饶。但如果查明有人设计陷害元直弟弟，或者严刑逼供，甚至用毒迫害，那我必定让他拿命来偿。无论是谁。哥，听你的。经犯，押下去。是。放开！地牢的路我认识，自己走。哦，对了，你需要什么药，我可以派人给你送过来。你在生气什么？宫上爵也太盛气凌人了。无论如何，你也是直人，他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我知道，不只是他，在长老们眼中，我也不配做直人。论身份、能力、品行，我都不配做直人。要不是爵位继承的家规不可违背，我相信长老们也会选择宫上爵。直人大人，刚刚毒烟爆发的时候，是宫上爵第一时间站在长老们面前。在他的眼中，家族血脉永远是第一位，而我的内力远远不够驱散殿堂内的毒烟。今天要不是宫上爵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说来也可笑，我堂堂一个直人，连保护大家的能力都没有。爹爹，我冷。幻羽他为什么不冷？每次练功你都偷懒，你不配做直人的儿子。长老们都服用了百草萃。毒烟没事的，但我父亲他们也服用了百草萃。拿着。
真不喜欢舞刀弄剑，整天打打杀杀，让人心烦。那你总得学会保护你自己吧？无风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有。哥，你一定会保护我的吧？当然。那你呢？你没有想保护的人吗？没有。家人你也不想保护吗？家人都比我厉害，不需要我保护。那喜欢的女孩子，总要保护的吧？也没有。以后会有的。你不用帮我找借口了。或许我真的不配。公子，抽屉里晚个。你也下去吧。对。这么多年来，都没有人成功过吗？没有。过去的20年，所有潜入宫门的人，都有去无回。没有音讯，也找不到尸骨，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。除了云雀，你还在为云雀的死难过吗？她是我唯一的妹妹。那你就更要为了他向宫门复仇。既然知道潜入宫门毫无胜算，为什么还要不断派人前去送死？本来我们也认为毫无胜算，可是有人成功了。他的成功改变了一切。22年前，他成功潜入宫门，最后音讯全无。就在吴峰默认他暴露身亡时，却收到了他送回来的信息。这是吴峰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刺客从宫门内部传回密信。那封密信改变了一切。选婚？对。宫家选婚动静不小，但其行事低调。江湖中人言碎语，也不过是捕风捉影。但无名的那封密信，证实了一切猜测，并且他提到了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宫门的下一次选婚是在20年之后。我进入吴峰，刚好快要20年。也是从那个时候起，吴峰新培养的成员，全都变成了女人。
这个人还活着吗？我不知道。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。宫家没等到20年，突然提前选婚，看来这个人已经暴露了。这个人是谁？因为太过特殊，所以他的身份、年龄、性别、名字都被严格封锁了，保密权限极高，恐怕整个五峰也没几个人知道。所以大家都称呼他为无名。没想到无名竟然在宫门里活到了现在。活得再久，现在也快死了。令牌既然已经暴露，宫门就一定会追着这条线索查下去。我们能想到的，宫家也一定能想到。看来，这个无风奸细已经潜伏了多年。在选婚前夕，他得到机会调换了前执刃和少主的百草萃，与混进来的无风七座正二里应外合，完成了这次刺杀。既是无风捣鬼，就不能中了他们的挑拨离间之计。宫氏一族一向以血脉为先，眼下正值新旧执刃交替，不免动荡，我们更不该亲情手足之间相互妄疑，伤了和气，那样岂不正中无风下怀？从现在开始，宫门不许再出现家人内斗的丑态，一切到此为止。宫门换了执刃，已昭告天下，现在撤换，确实未免儿戏。但是，让一个纨绔无能之人坐在执刃之位上，只会让宫门沦为江湖的笑柄。你说谁是笑柄呢？历届执刃都是从宫门最优秀的继承者中选出，即便是我和前任少主宫焕宇，也都是成功通过了后山的3域试炼，才获得了少主候选人的资格。论武功才智，论江湖威望，公子羽都德不配位。他不过是依着祖训家规，仗着突发变故，钻了空子。各位长老，如果我们要讲规矩，那继任者必须得通过后山3域试炼的规矩，是不是也该讲一讲了？当时事急从权，只能如此。可如今时间却很充裕，若是子羽弟弟能在1个月时间内通过3域试炼，我便认了他这个执刃。1个月时间，你干脆直接撤去我的执刃之位得了，何必恶意刁难？通不过就是名不正言不顺。铁江湖凶险，无风急于想将宫门斩草除根，一个弱小的执刃，怎么保护宫门的血脉？让你通过3域试炼，是理所应当，怎么就成了我恶意刁难了？1个月时间也太难为人了。上泉，你那时候参加3域试炼，我记得你是用满了3个月时间。那就3个月，免得岳长老觉得我心怀恶意。子越，3个月就3个月。从来没有在任执刃参加3域试炼的先例，万一过程当中出了什么意外，怕什么？不过是再次启动缺席继承罢了。宫家又不是没有人。希望你顺利。不用你希望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，我一定顺利通关。这话还是等你到后山再说吧。